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林韵自小便对灵异故事充满好奇，尤其是那些充满神秘感、没有得到解释的离奇事件。在网络上浏览台湾的恐怖故事时，他无意中听说了九族文化村的鬼屋，一个历经岁月洗礼、无人敢单独进入的地方。据说，许多游客都曾在这里亲眼见到不可思议的景象，而那些看似平凡的建筑物，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今天，他终于决定亲自来探个究竟。虽然他心里多少有些忐忑，但更多的是对未知的好奇和兴奋。她和闺蜜小琪早早的就搭车来到了南投。今天的天气阴云密布，空气沉闷，正是探险的好时机。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信这些鬼故事。林韵调皮地对小琪说道，试图以轻松的语气缓解心中的紧张感。小琪略显犹豫，神色有些紧张，嘴角露出一丝不安的笑。我知道你不信，但你得小心点。这里的故事听起来实在有些离奇，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别担心了，肯定是人们自己吓自己。今天不去鬼屋，怎么能算真正探险呢？林韵轻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走向九族文化村的大门。一进入文化村，他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这里古老的建筑，深沉的历史气息，甚至有些许不合时宜的空旷感，给人一种从未见过的异样感。周围游客的欢笑声仿佛被这片天地吞没，消失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。我真希望能早点看到那个鬼屋，林韵轻声自语，迈着急促的步伐走向文化村的偏僻一角。随着他们穿越过一条条蜿蜒的小道，走过古老的原住民屋舍，一切逐渐变得静谧苍凉。林韵感到空气似乎越来越压抑，周围的建筑也愈发显得破旧。走了约5分钟，终于在一道陈旧的大门背后，他们看到了传说中的鬼屋，一栋年久失修的老宅。外表斑驳的墙面上爬满了藤蔓，门前没有游客，静得让人不安。就是这里了吗？林韵问道。虽然他的语气平静，但心里却不由得生出一丝异样的紧张。小琪站在一旁，低声说道，我真的不太想进去，感觉这里有些不对劲。林韵轻轻笑了笑，打趣道，怕什么啊？反正就是个鬼屋，大家都去过了，我们也不能输给别人，进去看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推开了那扇老旧的木门，门上的铁链发出吱呀的声响，像是被不明的力量拉扯着。走进屋内，空气瞬间变得冰冷刺骨，压抑的氛围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屋内的光线昏暗，只有些微的自然光透过窗缝洒入，形成一片阴森的光影。室内满是霉味，空气湿重，仿佛有岁月的积尘未曾散去，每一步都伴随着脚下木地板的吱嘎声，回音在空荡荡的房间中显得格外清晰。小琪，这里好安静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林韵打破沉默，轻声说道，但她的声音也在这死寂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。小琪的表情愈发紧张，眼睛四处乱瞄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这地方不太对劲，我好像听到有声音。什么声音？林韵有些疑惑地问。是低语声，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。小琪用颤抖的声音回应，双手紧紧地抓住了林韵的衣袖。林韵心中有些不安，但仍试图保持冷静。她环视四周，屋内空无一物，只有墙壁上的旧照片，桌子上积尘的书籍和破旧的椅子，仿佛所有的一切都静止在时间的夹缝中。你听到了吗？小琪的声音越来越低。真的有声音，像是有人在说话。林韵停下脚步，仔细聆听，空气中似乎确实传来一种若有若无的低语声，声音清晰，却又模糊不清，好像是某种古老的语言在耳边回响。他的心跳忽然加快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各种可怕的画面。我们走吧。小琪的脸色苍白，眼睛里满是恐惧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转身离开时，屋内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动，像是木板的吱嘎声，似乎有东西在屋里慢慢接近。林韵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仿佛感觉到某种无法言喻的力量开始在空气中凝聚。小琪，你听到了吗？
这是什么声音？林韵的声音变得颤抖。小琪猛地抓住他的手腕，眼中闪烁着恐惧的光。林韵，我不敢待下去了，我们快走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退出这座诡异的屋子时，屋内的空气突然凝固，光线似乎变得更为阴沉，仿佛整个空间开始失去色彩。两人回头望向那道门口，却发现门已经悄无声息地关闭了。林韵的呼吸急促，心脏像是被什么紧紧捏住，几乎让她窒息。她的双手在微微颤完，眼睛不断扫视四周，但无论如何，她始终无法将那种强烈的不安感从心底驱赶出去。小琪，我们得冷静。林韵压低声音，说话的语气带着不自觉的颤抖。她回头看了看背后的黑暗，试图从中找出任何可以解释的线索，然而什么都没有。空气中的湿气和陈旧的霉味越发浓烈，仿佛整个房间都被一种无形的恐惧所笼罩。小琪紧紧拉住他的手腕，眼神充满恐惧。林韵，快走吧，门他关上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他这话说的没有错，门确实已经被关上了，甚至似乎是突然之间合拢的，仿佛是被某种力量悄无声息地封锁住了。林韵伸手去摸门把手，用力转动，但门纹丝不动，完全没有任何反应。他的内心开始涌动着一种不安的预感，仿佛自己已经进入了某种陷阱，无法逃脱。突然，一阵低沉的吱嘎声打破了这片死寂。林韵猛然转头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禁瞪大了眼睛。就在他们刚才经过的那面破旧的镜子前，镜面上的反射出现了变化，原本空荡的镜子中映出了一张模糊的面孔。那张面孔并不完全清晰，但却能够看出一位身穿白色衣裙、面容苍白的女子正站在镜中，直直地盯着他们。林韵的心脏一阵狂跳，几乎能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后退一步，想要用手遮住眼睛，试图让自己从这幻觉中醒来。小琪，她低声叫道，但声音却似乎被沉重的空气吞噬了。小琪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她的双眼盯着那面镜子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嘴唇无声地蠕动着，似乎在努力说出什么话。林韵一把拉住小琪的手，强迫她转过身，走，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但小琪的眼睛却已经无法从镜子中移开，她的神情有些空洞，眼中充满了迷茫。他在看我们。小琪的声音低沉而遥远，林韵被他的话吓到了，她紧紧抓住小琪的肩膀，想要把她从这个恐怖的情境中拉出来。小琪，冷静点，那只是镜子里的幻想，我们现在得想办法出去。然而，小琪的眼神逐渐失去焦距，仿佛她已经听不见林韵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镜中的女子突然开口了，你们是来找我的吗？女子的声音沙哑而苍白，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林韵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，她感觉到一股寒意从脊背蔓延到全身。找你？你是谁？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疑惑和恐惧。镜中的女子依然站在那里，目光穿透镜子，看向他们。我曾是这里的主人，曾在这里等待。女子的话语断断续续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压抑着。等待什么？林韵咬着牙问道。尽管心里早已涌上无数的疑问，但她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女子没有回答，她的身影突然在镜子中开始扭曲，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扯动。镜面中的影像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仿佛空间开始扭曲，房间的气氛也瞬间变得诡异扭曲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迫感，仿佛房间的墙壁开始向他们逼近。就在这时，林韵感到一种强烈的眩晕感，眼前一阵黑暗，她的视线模糊不清。她忍不住闭上眼睛，再次睁开时，却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。她睁大眼睛，看到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古老的屋内，屋子的墙壁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尘土，而四周充斥着一种古老而阴沉的气息。屋内陈列着一些原住民的物品，桌上有一盏摇曳的油灯，散发出幽暗的光。这是哪里？林韵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，她揉了揉眼睛，再次回头，发现小琪站在她身后，眼神空洞，仿佛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环境迷惑了。不，她
他低声喃喃：“这不可能。”在他的视线中，屋子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正是镜子中的那个女子。她穿着白色衣裙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脸色惨白，眼神空洞。她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林韵，仿佛要穿透她的灵魂。林韵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心中掠过一股不安的念头。她的脚步突然停滞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将她固定在了原地。女子缓缓开口：“你们为何来到这里？你们是否准备好听我的故事？”林韵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，她的眼前浮现出许多不解的谜团，脑海中闪过无数个问号。她意识到，这一切似乎并非巧合，而是命运的安排。那女子并非只是一个幻觉，她似乎和这座鬼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她的故事正是这座屋子隐藏的秘密。林韵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每一口气都像是压在她心头的巨石，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。她试图回头，但发现自己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定住，脚步迟迟无法动弹。她的眼睛不断地从女子的身影上移开，却又忍不住再次看向她。那女子的眼睛依旧空洞而冰冷，仿佛能穿透一切，将她的内心深处一一窥视。她的嘴唇轻轻动了动，发出低沉沙哑的声音，仿佛在诉说着久远的过去。你们为何来到这里？女子的声音带着一种诡异的节奏，每个字都像是从地底深处发出的，让人毛骨悚然。你们准备好听我讲述这个地方的秘密了吗？林韵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，她的脑袋一片空白。那女子的目光穿透了她的眼神，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她，这不仅仅是一个鬼屋，而是一场不容逃脱的噩梦。小琪，林韵低声喊道，试图唤醒被迷失的朋友。然而小琪依旧没有任何反应，仿佛完全失去了意识。他站在原地，面无表情，双眼死死盯着女子的背影，身体微微晃动。他不对劲。林韵的声音颤抖着，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恐惧。我们必须离开。他一把抓住小琪的手腕，用力拉着她，想要将她从这个无法言喻的恐怖境地中带走。然而就在他拉动小琪的瞬间，整个屋子突然发生了剧烈的震动，地面仿佛在颤抖，天花板上的灰尘如雪片般纷纷落下，空气也充满了刺鼻的霉味和腐烂的气息。你们无法离开。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冰冷而冷酷。这个地方已经注定了你们的命运。林韵猛然回头，眼前的一切已经开始扭曲。她不再站在那间原本破旧的屋内，而是置身于一片破败的村落中。四周是一排排破旧的木屋，地面湿滑，散发出腐朽的气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法言喻的压抑感。远处的天空阴沉，云层低垂，仿佛压得整个村落都要塌下来。小琪，林韵呼喊着，试图唤回朋友的理智。然而小琪依旧毫无反应，只是呆呆地站在他身旁，面容苍白，眼神空洞，仿佛他的灵魂早已被什么东西吞噬。他猛地一回头，发现女子站在他的面前，目光冷冷地注视着他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，既有怨恨，又有一种无法名状的痛苦。你们并不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。女子低语声音带着悲凉和绝望，她的影像开始变得模糊，但那双眼睛依然直直地盯着林韵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林韵终于忍不住问出声，她的心跳急剧加速，几乎可以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。她的手不自觉地抓紧小琪的手腕，试图从中找到一丝真实感。女子没有立即回答，只是低低地叹了一口气，仿佛沉浸在无尽的痛苦中。然后她缓缓开口，声音更加沙哑。这是九族文化村的旧址，曾经这里是一个繁荣的地方，那时我和我们曾在这里相爱。她的目光变得柔和，仿佛回到了那个曾经的美好时光，眼中的痛苦和悲伤逐渐浮现。他是一个原住民的年轻男子，我们相爱了，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，但我们的爱曾让我们彼此靠近。林韵听着他的话，心中突然涌上一股莫名的悲凉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的聆听，试图理解眼前这位冤魂的故事。女子继续说道，然而我们的爱情并不被接受，他的族人和我的家人都反对我们在一起，最终他被迫离开了。我等待了他很久，
但他再也没有回来。最终，我死于悲伤和绝望。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，仿佛在述说一段无法释怀的痛苦。我的灵魂困在了这个地方，无法超脱，我不能放下，也不能离开。他的眼睛变得血红，仿佛充满了无尽的怨恨。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欲望和恐惧，他们的灵魂也将成为我的一部分。林韵的心跳猛然加速，他惊恐地意识到，这座鬼屋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迷宫，它更像是一个灵魂的陷阱，吞噬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心灵。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扫向四周，突然，他的视线定格在一只古老的木箱上，木箱的表面布满了厚厚的灰尘，看起来像是多年未被触碰过的物品。那是什么？林韵小心翼翼地问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安。女子的眼神变得愈加激烈，她冷冷地笑了笑，那是我的遗物，她一直在等待着有人发现它。当你们触碰它时，你们将会明白我的痛苦，你们的命运也将与我永远纠缠。就在女子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林韵感到一股强烈的吸力从木箱中传出，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木箱靠近。她惊慌地挣扎，却发现自己的双脚仿佛被定住了，无法动弹。小琪，快醒来，帮我！她喊道，声音带着绝望和恐惧。然而，小琪依旧像是失去了灵魂，眼神空洞，完全没有反应。随着林韵的呼喊，空气中的压迫感变得愈加强烈，她的视线开始模糊，耳边回响着那女子悲切的低语，你们也将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。木箱的盖子缓缓打开，一股强烈的寒气扑面而来，林韵的眼前一片漆黑，她甚至感觉到自己的呼吸逐渐变得沉重，仿佛每一秒都在被某种力量压迫。就在这时，她听到了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充满了低沉的痛苦和绝望。放我走！那是女子的声音，还是她自己的声音？林韵无法分清，她的意识渐渐模糊，仿佛被吸入了无尽的黑暗。林韵的意识仿佛陷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黑暗深渊，她无法再分辨时间的流逝，身体仿佛失去了重量，感官逐渐麻木。那股强烈的压迫感让她无法呼吸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压垮她。她的双眼被黑暗吞噬，耳边是低沉而不断回荡的声音，那些怨灵的呼唤，女子的低语，如同远方的回音，在她的心头盘旋。放我走！我无法放下，你们也是逃不掉。她猛地睁开眼，空气中的寒冷让她瞬间清醒过来，那股恐惧的压迫感并没有消失，反而变得愈加浓烈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引导着她走向无法逃脱的深渊。她猛地移动，感觉到自己再次能控制身体的动作，视线中的景象开始变得清晰。然而她却发现自己依然身处那个阴暗的村落之中，四周一片破败，天空压得低沉，云层仿佛随时会崩塌，地面潮湿，腐烂的气息弥漫，空气中的每一寸空间都充斥着一种死亡的气息。林韵心跳加速，想要转身逃离，却发现自己被束缚住了，无法动弹。她的视线又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那面破碎的镜子上，镜中的女子依旧存在，那苍白的面孔依旧死死地盯着她。你不可以离开！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她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绝望。你已经进入了我的世界，想逃，永远也逃不出去。林韵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，周围的景象开始变得扭曲，镜中的女子的脸逐渐变得模糊，像是要从镜中爬出来一样。破碎的玻璃不断震动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林韵感觉到心中那股无名的恐惧不断加剧，她的呼吸愈发急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们？她忍不住问道，声音带着浓烈的惧怕和不解。她努力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慌，但那股莫名的无助感几乎让她崩溃。女子的目光变得更加冷厉，嘴唇微微翕动。因为你们也有无法摆脱的痛苦，你们也无法超脱。这句话像是魔咒一样萦绕在林韵的耳边，仿佛所有的苦难，所有的纠葛，都注定了无法逃脱的结局。没有人能够离开这里。女子继续说道，声音里充满了悲伤与怒意。每一位来过这里的人，都会成为我的一部分。你们和我一样，被困在这座鬼屋中，直到永远。林韵的双眼开始湿润，眼前的景象变得越来越模糊。
那股压迫感让他的胸口如同被巨石压住，几乎无法呼吸，他的心跳剧烈，耳边的声音似乎在不停加速，仿佛有无数个灵魂正在吞噬他的存在。小琪，你在哪里？他不禁再次呼喊，但小琪依旧像是一个空壳，无动于衷，眼神空洞地注视着前方，他的眼中再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。就在此时，林韵突然感到一股陌生的力量从他的胸口涌现，那种力量温暖而强大，像是一股光明的流动穿透了他的身体，驱散了周围的阴霾。他的眼前突然变得清晰，那股压迫感似乎在一瞬间消失了。你醒来了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的身后传来。林韵猛然回头，看到一个身影站在他身后，那是一个年约30的男子，穿着现代的衣物，看起来并不符合这座古老村落的背景。男子的眼神温和，却又带着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林韵忍不住愣了一下。你是谁？他的声音颤抖。我是这座鬼屋的前任守护者。男子的声音低沉而平静。我曾经被这座地方困住，无法逃脱。守护者，林韵不禁皱起眉头。那你为什么不帮我们？男子沉默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我也曾试图帮助那些陷入这座鬼屋的人，但他的诅咒太强大，任何试图帮助的灵魂都会被拖入其中，无法逃脱。他深深看了林韵一眼。你们之所以被困在这里，是因为你们身上背负着无法解开的痛苦与回恼。林韵的心情瞬间沉重起来，他望向小琪，那双空洞的眼睛仿佛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光芒，站在那儿仿佛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。男子低声叹了口气，你们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无法释怀的痛苦和执念，正是这些东西将你们与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。除非你们能够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解开那些束缚，否则你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。林韵的心中一阵剧烈的波动，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。她意识到，那些她一直压抑的内心痛苦，正是让她困在这座鬼屋的根源。那怎么办？她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我们怎么才能离开？男子的眼中露出一丝悲悯。你必须面对你心中的恐惧和回恼，放下那份无法释怀的痛苦，才能超脱，否则这个地方会永远把你困住。林韵闭上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出那些曾经的回忆。她曾经因为父母的离世而感到无比愧疚，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。她曾因为与朋友小琪的争执而感到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她意识到自己一直在逃避这些痛苦，压抑着内心的创伤，却从未真正面对过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内心的那股力量终于开始觉醒。她睁开眼睛，看向男子。我明白了，我需要面对自己的过去，放下那些无谓的恐惧。男子微微点头。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。随着男子的话音落下，林韵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，那股压迫感逐渐消失，空气中的寒冷和阴霾开始消散，四周的景象也变得更加明亮。他感到自己的身体逐渐轻盈，仿佛从一个无形的牢笼中解脱出来。他回头望了一眼那个依旧空洞的镜子，深深吸了口气，转身向小琪走去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坚定。小琪，醒来吧，我们能走出去。小琪的身体微微震动了一下，仿佛他的灵魂终于感应到了林韵的呼唤。林韵心头一紧，急切地盯着他那空洞的双眼，几乎屏住了呼吸。小琪，听我说，你能听到我吗？林韵的声音比之前更加坚定。他握住了小琪的手，尽可能地给予他力量。小琪的眼睛开始动了，缓缓转动，眼皮轻微颤抖，仿佛在努力从深沉的黑暗中挣脱出来。林韵的心跳加速，双手不自觉地开始发热。他深知这或许是唯一的机会。终于，小琪的眼睛轻轻睁开了，仿佛从沉睡中被唤醒，眼中闪过一丝迷茫与惊恐，但随即转为清醒。他猛地张嘴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却发不出声音。小琪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没事吧？林韵几乎是喊出来的，眼中满是泪光。小琪的眼神空洞，仿佛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。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双颤抖的手，目光在林韵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，然后轻声道：林韵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林韵有些困惑，
但心中的一丝疑惑很快被压下。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醒过来了，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。小琪的眼神渐渐恢复了些许神采，但他仍显得有些恍惚。那个地方太可怕了，他的声音颤抖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我觉得我在那个地方死了。林韵怔住了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小琪低下头，手指紧紧扣住林韵的手，仿佛那是唯一的依靠。我记得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拖进了那个地方，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，我就像被吞噬掉了一部分。然后我看到了那些曾经死去的人，他们都在等着我，等着我变成他们的一部分。林韵的脸色骤然变得苍白，那些话让她不寒而栗。小琪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不对劲，闭上了眼睛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那是这个地方的诅咒，它将我们困在这里，让我们成为无数冤魂中的一部分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几乎是对自己说的。我们必须放下内心的痛苦，才能够真正脱离这里。林韵的内心震动了，他突然意识到，不仅仅是小琪，自己心中也藏着难以放下的痛苦，那些未曾解开的结，那些无法原谅自己的过往，正是让他们被困在这里的根源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转向那位名叫守护者的男子。他刚才说过，只有面对过去的痛苦，才能打破这个诅咒。我们必须放下所有的回恼和执念。男子点了点头，眼神深邃而平静。是的，只有释怀了，才能真正离开这里。你们的心灵如果依旧被过去的阴影束缚，就永远无法走出这座鬼屋。林韵闭上了眼睛，开始思考自己内心的痛苦。父母的离世曾让他觉得自己无法承担起责任，至今他仍未能原谅自己。他和小琪之间曾经因为一些琐事争执不休，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光。那些未解的愧疚和遗憾一直让他无法释怀，成为他无形的枷锁。小琪，我明白了。林韵的声音微微哽咽。我一直在逃避，但我现在终于明白，我们的痛苦正是这座鬼屋的根源。小琪的眼神渐渐清明，他伸出手，轻轻握住林韵的手。我也一直在逃避，直到现在才意识到，自己背负的伤痛已经不该再继续。我们必须放下，才能走出去。林韵坚定地说道，眼中闪烁着决心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仿佛瞬间达成了某种默契。他们知道，只有面对过去，才能摆脱一切的束缚，才能摆脱这座鬼屋带来的噩梦。忽然，地面再次开始震动，房间四周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重。镜中的女子的脸孔再次浮现，她的目光冰冷而深邃，充满了怨恨和不甘。你们以为面对过去的痛苦就能逃脱吗？你们永远都逃不出去。林韵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脚底涌起，身体一阵剧烈的颤抖，但她没有回避，而是直视着女子的眼睛。我们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一切，不论你怎样束缚我们，我们都不再畏惧。女子的脸色渐渐扭曲，似乎被他们的坚定意志所击中。她的身体开始虚化，最终消失在空气中。与此同时，周围的景象开始发生变化。林韵和小琪再次站在那个破败的村落中，但这一次，村落的阴霾不再笼罩着他们，空气变得清新，天空渐渐恢复了蓝色，云层散开，阳光透过云隙洒在大地上，四周的景象开始恢复生气。曾经破旧的房屋变得整洁，青草和鲜花在地面上重新生长，仿佛一切都被洗净了。林韵深吸一口气，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和解脱。她回头望向小琪，她的眼神也逐渐恢复了生气，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微笑。我们成功了，林韵低声说道，语气中充满了感激与释然。是的，我们终于走出来了。小琪的声音温柔而坚定，眼中闪烁着久违的光芒。随着最后一阵寒风的消散，四周的景象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。林韵和小琪发现自己站在一条熟悉的道路上，周围的环境看起来是他们曾经来过的地方，九族文化村。虽然身心疲惫，但他们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轻松与安宁。他们终于从这座鬼屋中逃脱，走出了那段深深的梦魇。然而，他们的心里明白，这场经历将永远铭刻在他们的生命中。
成为他们面对未来一切困境时的力量源泉。他们曾经逃避的痛苦，曾经背负的伤痕，已经化作了他们的勇气和智慧。这场历险虽然充满恐怖与绝望，但也带来了真正的救赎。他们学会了面对过去，学会了放下，最终获得了从灵魂深处的自由。